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诗词赏析时间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首极具情感和人生哲理的唐代诗篇《长安遇冯著》，由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所作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揭开这首诗的神秘面纱，品味其中的意境和情感。首先，请大家先听我朗诵一下这首诗的原文。客从东方来，衣上霸凌雨。问客何为来？采山阴霾府。明明花正开，洋洋艳心乳。昨别今已春，鬓丝生几缕。这首诗描绘了诗人在长安遇到友人冯著的情景。冯著是一位有才有德但失志不遇的名士，他从东方而来，衣服上还带着霸凌的雨水。诗人问他为何而来，冯著回答说是为了上山砍伐树木，买一把斧头。百花正在悄悄盛开，轻盈的燕子正哺乳新雏。去年分别，如今又是春天，鬓间的白发不知增添了几缕。这首诗作于唐德宗年间，当时的韦应物在长安与冯著相遇，冯著的形象在诗中栩栩如生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风尘仆仆和辛劳。诗的开头讲到客从东方来，衣上霸凌雨，这两句点明了冯著从东方而来，衣服上还带着霸凌的雨，生动地描绘出冯著的形象和旅途的艰辛。霸陵这个地方也暗示了冯著的隐士风度。接下来是问客何为来，采山阴霾府。这两句诗人用了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，通过自问自答暗示了冯著来长安谋职不顺的现状。采山和埋伏的典故让这种表达更加含蓄有趣，同时也反映出冯著的失意与无奈。然后是明明花正开，洋洋艳心乳。这两句描绘出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，繁花悄然盛开，乳燕欢快飞翔。诗人用自然的景色寓意生活的美好与希望，劝告冯著不要因为暂时的失意而感到不快，相信自己的才华终会得到施展。最后两句是昨别今已春，鬓丝生几缕。诗人由眼前的相聚联想到去年的分别，时光飞逝，如今春天又到了，冯著的两鬓不知道又增添了多少白发。这几句既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的感慨，又包含了对友人的关切与同情，还勉励冯著虽然岁月在变，但他正值壮年，仍然大有可为。整首诗的语言清新自然，简洁明快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但在平时的叙述中蕴含着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。诗人通过问答的形式展开，使这首诗富有生活气息和亲切感，读起来如行云流水，给人以清新舒畅的感觉。好了，各位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韦应物的《长安遇冯著》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情感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友人的离别与重逢，以及人生的无常。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。如果有任何感受或者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别忘了点赞和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。